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好男人，但是想不到他一直在欺骗我，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养着他和那个女的，我再也不想相信他了。我现在只想让他滚出我的家。他用我的钱一直养着他，听起来像一出背叛的大戏啊！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胡先生48岁，来自无锡，职业销售；女嘉宾钱女士41岁，同样来自无锡，职业是理财师。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以前的关系我们是生活在一起，没有领结婚证书。你们从多久就生活在一起了？3年左右。过去都应该有婚姻吧？有。我是离过1次婚的。我是丧偶的。3年前你们在一起的是吧？等于好了3年了。对。今天你想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这日子没法过了，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搞7搞8的搞，还把那个女人带回家里来，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其实那个女的是我当初的女友而已。我们10几年都没有联系了，只是帮忙。他最近遇到了困难，我帮忙一下。当时是这么说的吗？你当时说她是你的一个远房的表妹，不然我怎么会可能让她我家里来呢？因为我没做亏心事啊，我当时不想让你多想嘛。主持人，我告诉你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一个远房的表妹婚姻很不幸福，她老公赌钱啊，然后的话老是打她。然后她那个远房的表妹的话，就从家里跑出来了，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一听也挺可怜的，一想想她的表妹嘛，以后也是我的表妹，我也愿意帮助她一下。啊，后来呢？所以的话，其实我呢是因为我爱人就是去世了，然后后来我认识他，感觉他人挺好，我们才在一起。所以他住在我家里，所以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帮助他一下，没想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是怎么发现那个不是远房的表妹的？从他第1天到我家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对劲儿了。为什么？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本身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能照顾人的人。比如说给我夹个菜啊，盛碗汤啊，他挺会的。然后那天晚上就不对了，我说你给我盛碗汤吧，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自己没手啊。然后呢？为人这我当然好意思去盛碗汤吗？还真正有词的哈。然后到晚上睡觉了，他就抱个被子，拿个枕头，直接跑客厅睡去了。哎，这个我2个女人的安全嘛，我在门外把着。你听见是不是？他要保护女人的安全。平常的话做晚饭啥的，我就发现这远房表妹比我更了解老胡他爱吃啥不爱吃啥他清清楚楚。然后他们2个人眼神都不一样，他看他，他看他，2个人就是不自然的那种。前脚刚出去，那女的就跟出去了然后其实要出去找工作啊。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心灵上是受过创伤的，我愿意跟他多谈谈，抚慰一下他。然后的话，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根本就没有跟他交流的机会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奇了怪了，就是老是觉得怪怪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她老公找上门来了就是那个远房表妹的老公上门了。老公是个无赖。他是个无赖，你呢？你比他好到哪儿去吗？那个女的老公跑到我家门口大吵大闹，把我那个整栋楼里的邻居都闹醒了，都跑过来看我的笑话然后那个男的骂他不要脸，说我也不要脸，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把他媳妇儿整我家里来了，我还忍气吞声的，我得伺候他们。我明白了。现在大家所有的疑问都来自于那个远房表妹了。刚才说过远房表妹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她是我初恋的女友。初恋的女友？对对。您初恋的时候得多少年前啊？那是23岁左右的时候。这就是个不要脸的。哎呀，说的太难听了。23岁左右，25年前的初恋女友。对对。这怎么又联系上了呢？当初呢，我们初恋的时候呢，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由于他的父母极力的反对所以这次就没有成功没成。然后呢？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前妻嘛
我母亲又是个非常重男轻女啊，我也有点这个想法啊，你也重男轻女，有一点啊，有一点承认就好。然后呢？后来在我女儿出生那一天嘛，我妈就把我拉走了嘛，后来也就离婚了嘛。哦，就是因为你的前妻给你生了个闺女，你就跟她离婚了，是吧？我迫于家庭的压力嘛。啊，你别迫于，反正就是意思呗。嗯。后来呢？后来我去找当初的女友嘛，她叫小芳。啊，她真叫小芳啊？啊。我天哪！你说那会儿的写歌的人多么有生活经历。你去找小芳了，然后呢？她还是单身嘛，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嘛。哦，小芳等你还在等啊？对呀。哦，后来你找到人家怎么着了？她这次不顾家里的反对嘛，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嘛。我们虽然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但生活过得非常滋润，也很幸福啊。过了几年就怀了一个孩子，那去医院鉴定一下是个男孩。哦，我们非常的开心嘛，就准备筹备婚事了嘛。有一天为了家里点小矛盾，我们吵架嘛，我一不小心推了他一把，他摔倒在地上，去医院流产了。流产了，当时医生也说他以后不可能再有生育能力了。当时我听了心里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愧疚。那你没娶她吗？当时我一直在想，就他跟他的父母关系都闹僵了，我想让他跟父母关系缓和一些。而我家庭呢，因为没孩子了，我家里又不同意这门婚事，所以我就提出了分手嘛。你提的还是？我提的。哎呦喂！然后呢？他同意了。真糊涂。接着说，他同意了，然后他又嫁给他现在老公了。这个我不清楚了，后来我才知道啊。后来我就认识了你嘛，也生活在一起了嘛。去年的一天，小芳她找我朋友联系了我啊，说要问我借5万块钱。借了吗？我当时想，她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然她不会开这个口。后来我才知道，她现在的老公经常的在外面赌博，回家就逼她还钱，她不给钱还要打她。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就是他的现在婚姻的遭遇是真的，是吧？身份是假的。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嘛，我就借了他10万嘛。那钱是谁的？他拿我的钱去在外头去养了别的女人。他跟我说，你给我10万块钱，我去炒个股。然后的话我就相信了，没想到他从那时候就开始骗人了。他把那个10万块钱，你怎么去给他了呢你？我说过这个钱会还你嘛，人家目前有困难，我暂时帮助一下，人家生活好了也会还的嘛。还我？哎呀，他根本就是看上我钱了。所以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您就说拿钱养别的女人。今天来你是想挽留他是吧，老胡？对。我看老师们都开始有的摇头，有的运气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姐，你看上他哪儿了？当时就看他老实，人挺本分的。老实吗？现在想想的话，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话谈什么？我跟你生活在一起，对你不好吗？你发脾气我忍着，我对待你的女儿就像我亲生女儿一样。我自己省吃俭用攒下钱，还给你买金项链。我缺钱吗？我有房，我有钱，我全部给我留下来的。我只看重你个人。
那这是我的心意。你的心意，你把别的女人招回家来骗我。我跟你说过了。你的心意。我只是帮他而已。娜姐，你刚才说的啊，只是看老胡老实，然后当初选择了他，是吧？那还有其他的吗？没有。那如果今天连老实都不老实了，那肯定要分了，是吧？对，因为我是经历过，我是有过一段痛苦的回忆的。你像我爱人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就是说他挣的钱再多再怎么样，就是说人没了我啥都没有了。所以我到后来我是不图人房子不图人钱，我只要他人好我就愿意跟他。那老胡还想问一下您哈，你是通过这个大姐把这钱借给了第三方的女士，她并不知情。那往好里的说，这应该算是怎么欺骗？往大里说的话，这可叫诈骗呀。我问他借钱的时候，虽然我没告诉他是借给小芳，但是呢，我说这个钱我肯定会还给你的。他就是诈骗，他不但诈骗了我的钱，还诈骗了我的感情。当时借这10万，我也是有点激动而已，因为我在想，小芳不是因为我而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过这样的生活，我只是说能够帮助她离开这个男人，去过上新的生活。他拿我的钱报恩去了。这男人啊，你也能看清楚。如果你单纯从老实这一点的话，你现在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不用我来说，对吧？还有就是他通过其他方面的经历，比如说他第一次把老婆甩了以后，是因为他老婆给他生个女孩，然后第二次把小芳给甩了，是因为小芳怀了孕流产了，导致以后可能不能生育。你可以想而知，这么推理的话，他找女人是为什么？是真正为了结婚，为了爱她吗？还是为了给她生一个儿子？我真的建议你该散就散吧，不能一错再错。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姐你根本就不了解面前站的这个男人，而且不光不了解，你还自己骗自己。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前妻为他生了女孩，抛弃前妻，自己好不容易有感情的初恋，知道为他生了男孩，在未婚之前才决定结婚，但因为他的过失使那孩子没了，毅然决然的抛弃，欺骗你，明明是他初恋女友，还要领回家里来。这么一个人犯了这么多的错，你居然还对他心存幻想，你是不是太傻了？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幻想了。你要是彻彻底底了解这个男人，当他提出说有一个远房的表妹来，你就应该表示质疑，因为他有这样的人存在吗？你居然不了解他的亲戚，不了解他真正的背景，你就能跟他在一起3年，你是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感情和金钱在冒险呀。请问你认识他多久之后你们俩住在一起的？很短吧？草率吧？8年多。你着什么急呀？虽然岁数大一些，虽然可能你有过曾经结婚的这些婚史，但是有什么呀？姐姐您这么漂亮，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忠实对你忠贞的人，但为什么要仓促的把自己的感情投给这个人呢？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你应该很清楚了。好，就这样。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你对你的初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现在我只是对我的初恋是同情。那你对现在的女朋友呢？一心一意啊。那你对你的前妻呢？那个没有联系啊。早忘了，肯定的，他早就说过他早忘了。那你对你的初恋会有愧疚？那你对你的前妻，你就全部都忘了吗？一个为你怀胎10月生了孩子的女人。孩子我有联系啊，但是跟他前妻不联系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什么样的答案，应该你自己心里会有的，因为毕竟你们也生活在一起。我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我的回答的一个意见。我听明白了。其实老胡自己也不懂自己。严格的来说，老胡谁都不爱。若是爱初恋，不会那么绝情的提出分手，因为对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完全会影响下一段婚姻。如果说他爱自己的前妻，也不会因为他生了个女儿就跟他离婚。如果他爱眼前的这个女人，他不会在关键的时候拿对方10万的财产而不通知他，
这是基本的尊重。其实你谁都不爱，但我也不能说你是爱自己，你只是习惯使然，连你自己都不懂自己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如果说你之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你那么绝情绝义的和前妻离婚，和自己的初恋提出分手，那后来你认为你应该变成一个好人了，因为你痛改前非，你认为重男轻女是不对的，你以前是绝情的，所以你一心一意的对他，甚至对他的女儿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视如己出。所以你也弄不明白，我到底是个好人呢，我还是个坏人。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习惯使然。你命很好，一个又一个的女人放过了你，所以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犯过下的那些罪恶，不是以你今天对她好和对她女儿。承担责任，为自己的女人提供更多的保护，你没有，所以你好好想一想，你命太好了，使你错过了纠正自己的机会，但是你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男人。坦诚吧，别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好的，至少一会儿该道歉的道歉，你想想那10万块钱怎么还给人家就行了，好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真的很想好好跟你过下去，我真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在我处理方式不妥当，我请你原谅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很想和你过完下辈子，白头到老。其实我在来之前的话，还是抱有一丝丝幻想的。但是刚刚点评嘉宾老师他们给我的建议，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吧。我觉得我可能是看错人了，我想我需要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好，请亮灯。哎，你还没说还人钱那事儿呢。你应该说，如果在一起，我好好对你下半辈子；如果不在一起呢？我会继续努力，等他。老胡啊，醒醒吧！2位请回。我要是你，我就真不出来了，我没脸出来。哎，来，请关门。我们来看一看大姐自己的选择是什么。5、4、3，请开门。